大家好，今天加紧上一集，因为这两天新闻比较多，需要消化一下。我们的投资方向必须保持在正道之上。另外，我也要给大家分析一下很多朋友都关心的 Palantir、特斯拉、微软、Meta， 他们还有机会吗？现在下跌怎么办？我都会给大家详细解释一下。先声明，本影片是我个人的投资笔记，不代表任何投资建议，操作业可以，但是盈亏自负。昨天突然有两个消息让 AI 科技股一震，尤其是我之前买的美国 AI 电网基建股 PWR、CAT、GEV 等都跌了 4%到 6%， 这些都是电工、水管工、工人为主的企业。除了涨了太多之外，还有一个新闻就是美国一艘邮轮发现 Hantavirus 就是类似鼠疫的病毒，已经确认有2人死亡，而且很多人都扩散出去了。这一下让市场想起了当年的 COVID-19 的惨烈。我查了一下，这个 Hantan 病毒是老鼠传人人传人还是比较困难的，所以这是一个市场的杂音。第二，这2天市场又大涨一波，主要是因为川普说要和伊朗在1个月内签署最后的停战协议，霍尔木兹海峡正式开放。但是昨天美国又把伊朗打了一顿，市场又震了一下。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之前肯定是上上下下的，主要是因为伊朗内部它已经分裂了，谈判的人和伊朗卫队是2拨人。伊朗卫队想要争权，世界越乱对他们越有利。但是战争一定会结束，海峡一定会开放，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如果川普在未来的1个月左右真的停战，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那我之前讲的油价持续到年底要维持100美元以上美联储不降息，可能还加息，这个逻辑就要改变。因为油价一跌，美国的 CPI 就会下跌，黄金、成长科技股、芯片股会继续上涨。降息直接影响的是资产价格，所以这2天黄金、GLD、金矿、GDX、白银、SLV， 还有铀矿 URA 铜矿 COPX 等等，还有稀土都大涨。我还补了点金矿 GDX， 看一下这一波能不能涨回去。海峡开放只是时间问题，短期内大家都害怕，但是下注长期还是可以的。我现在大头都是在股市不离场，小部分是拿的现金在手里。今年到2027年 AI 基建还是美股配置的绝对主力，不要改变。黄金、军工、航天、现金都可以配一点作为对冲，但是 AI 基建的仓位绝对要占大部分。我之前几集给大家多次提到的康宁玻璃 JLW， 它是美国光纤的绝对龙头企业，前2天它就跟黄仁勋、辉达开始合作，股票也大涨一波。我认为这个康宁玻璃还有机会，市场还没明白它是光纤的龙头，它不是专门做手机屏幕的，所以它如果跌了，我还会多补一点。我看很多朋友给我留言说这个 AI 会不会涨太高了，存储 SNDK、美光 MU、AMD、Intel 还能买吗？现在追高要买是需要胆量的，但是回调的话我肯定会买。因为最近 Cloud 老板 Dario 最近发言他预测2026年第1季度的收入是10倍的增长，但是结果一出来把自己吓死了，涨了80倍大家说这个 AI 基建到头了吗？好像并没有。我现在用这个 Cloud Code 简直一用就不停下了一直在盯着。如果有一点创造力的人去用 Cloud Code 的话，你就会发现你真的是停不下来。很多人也给我留言说自己的股票怎么现在还在亏，没有涨比如 Palantir、微软、Meta、特斯拉，这到底怎么办？说到亏损，我这个投资组合里面也有几只是亏损的这个很正常，谁都不是神仙，连巴菲特也不是100%能看准的。但是这些股票还有机会吗？亏在那里到底怎么办？投资股票不是买着放着就不管了，我们一定要持续观察整个市场的变化，每个季度、每半年都要对自己的投资逻辑和投资组合进行动态调整，这样投资能力和收益率才有机会不断进步。但是如果你在国外出差旅行，突然没有 WiFi， 看不到股票行情怎么办？不用担心，马上下载 Silly APP。Silly 是一个非常方便的 eSIM APP， 可以让你在全球200多个目的地随时上网，你不用换实体 SIM 卡，只要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一次 Silly， 点击你要去的国家和地区，选择适合自己的流量套餐，接着按照 APP 的步骤安装 eSIM 就可以了。这样下了飞机，我们就可以直接上网看股票行情、查财经新闻、处理工作，真的非常方便。以前在国外用手机上网，很容易遇到高额漫游费，或者在机场、车站附近遇到卖假 SIM 卡的骗子。用 Silly 这些麻烦都可以帮你完美避开。我最喜欢的是 Silly 还有内建安全功能，帮你拦截恶意广告，提供网页保护，还可以切换虚拟位置，这样你在海外使用公共网络时会更安心，也能减少流量消耗。
在旅行期间保护我们手机里的各种账户和信息。现在点击荧幕下方的优惠链接或扫描屏幕上的 QR code silly.com/NicholasLive， 也可以在结账时输入优惠码 NicholasLive， 就可以享受首次购买 15% 的折扣。一个 Silly APP 帮你出国旅行，出差时随时联网，旅行出发前一定要下载好 Silly APP。感谢大家，投资股票必须时刻在线。接着我就给大家讲一下 Palantir。分析之前，我要给大家先讲一个投资心理学里面的概念，叫做认知温差。这个非常重要，你理解了这个词，你就知道你为什么会亏了。认知温差是这个信息发送者与接收者之间对同一件事情的理解深度背景知识还有情感等之间的落差。简单就是我说了一句话，你以为听懂了，但是你听的根本不是我讲的那个意思。比如我说我盈利多了，我要为未来的黑天鹅准备，慢慢的卖出。结果就有人听出了你不是说明天就要跌吗？市场还在涨打脸了吧？就是这样有一些看我影片的观众根本和我不在一个宇宙里面。认知温差也不是坏事，有可能也是好事，因为市场没有看懂，但是你看懂了，你提前买入，结果等到市场真的明白的话，那就是几倍几倍的利润赚。你知道了这个概念，再看 Palantir 微软等等的特斯拉，你就会发现有新的理解。Palantir 它是不是好股票绝对是一只顶级的好股票。2026年 Q1 业绩，它是大公司里面唯一一家核心业务3倍增长的公司。它的美国商业业务同比增长 133%， 像谷歌云、高通 AI 芯片的增长也都是63或者是106等等的，业绩都不如它好。但是为什么 Palantir 业绩好得过分还在跌？这个不理解，是因为你跟市场，尤其是华尔街这些大佬们之间产生了认知温差。市场把 Palantir 当作软件股而不是 AI 股。现在 AI 产业链上下游是主题线，你看板块就知道这个费城半导体指数长成什么样了。但是 Palantir 和这个费城半导体指数之间有什么关系没有任何关系。Palantir 在年报里面直接写明，它的业务是构建软件，帮助组织整合数据、决策和运营。核心产品是 Gotham、Foundry、Apollo 和 AIP 4个软件平台。如果是软件的话，那会不会有一天这个 Cloud、ChatGPT 把它给突然替代了？ AI 的竞争是谁的算力多，谁的算力快，但是这些 Palantir 没有，它现在只有软件这个就非常危险。后来讲到微软的时候，也会告诉大家这个微软的护城河可能也会因为 Cloud 不行了。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个 Palantir 的 PE 是259倍市场呢已经把未来5年到10年的好消息全部都已经 price in 了。你要它涨，业绩增长就不是100多了要233、333的增长，这样这个 Palantir 才能涨回去。所以Palantir 要涨的话，这个业绩必须超级爆表。还有，如果市场发现 Palantir 是无可替代的，而且 Palantir 有了很多资金以后呢，它开始研发芯片了要盖 AI 的基础建设了它可能就涨了，要不然它就会反复折磨你第二只就是特斯拉。特斯拉我不讲数据了大家都知道我讲一下信仰。大家为什么买特斯拉？我猜很多人的脑子里可能是有画面的，说未来的有一天，这个机器人都在你家里刷碗、遛狗，手机一点，特斯拉的汽车就接你了，然后带你去上班。还有 TerraFab 工厂干翻台积电，马斯克带着特斯拉的机器人殖民火星等等的，这些都是你的想象宇宙，非常美好。但是问题是，机器人量产了吗？特斯拉自动驾驶它赚钱了没有？ TerraFab 现在出货了没有？都没有地基都没有建。而特斯拉的电动业务汽车增长了没有也没有，都快被中国的低价电动车给打败了。所以现在特斯拉的故事全部都是不确定的好故事，市场最不喜欢的就是这个不确定性。但是这里有可能出现一个反向温差有可能市场都是错的，就是你是对的。万一哪一天马斯克都把这些 PPT 给实现了，那你的特斯拉未来就是5倍、10倍的增长。这是一个大家都看不到的一个高人境界，像马斯克一样。如果你真像马斯克一样有这个境界，那你就要忍住别人不懂我的孤独。你能不能扛住特斯拉的反复上下折磨你你就要和这个马斯克一起了。最后分一下微软跟 Meta。分析微软之前，我给大家看一个影片。Bro, this bitch actually
现在你用 Cloud Code 一句话就能做出一个简单的 Windows 系统，是不是全功能的不重要？重要的是微软的桌面系统以后怎么办？ Office 365怎么办？我现在都不用 Office 了，我现在写什么格式都让 Cloud 直接给我调出来了， PPT 一键就出来，还可以让 Cloud 直接转成 PDF 之类的。所以现在普通投资者对微软的认知温差可能是恐怖的。大家从微软的这个财报里就会看到，它是绝对的优等生，数据都不用念了，绝对吊打同行。但是为什么没有涨回去？最近微软投资的 OpenAI 现在突然变成了亚马逊的小弟了。亚马逊给了 OpenAI 500亿美金的投资，还给了2G 瓦的算力，而现在微软根本拿不出自己的自研 AI 模型。微软现在就是经典的好公司加坏故事的组合，这种股票不会崩，现金流有的是，但是也不会大涨，因为现在的故事不好听。最适合的策略就是 hold 着不要卖，买一些 covered call， 收一些 premium， 慢慢平仓，移位到谷歌或者是亚马逊。如果你要对微软加仓的话，就要对它有巨大的信仰你想到了未来微软会加大投资，研发出一个超级的 AI， 整合了它所有的产品，以后你打开 Windows 只要说一句话它直接就给你干完活了这个就是大涨。最后是 Meta 也是一个好公司加坏故事的组合，但是它还要加上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扎克伯格太能花钱了，但是花的钱都没有产生收入。之前扎克伯格砸了800多亿美元，要造什么机器人，要造一什么 VR 世界结果都白费了。现在 Meta 做 AI 好像也没有市场验证的什么多么厉害的 AI， 没有好故事出现。但是如果哪一天扎克伯格突然开窍了，研发出和谷歌 Gemini 一样的 AI 那就是大涨。所以从现在开始买股票之前，你应该找一个本子记下来，你买这个股票的原因是什么投资期限是长还是短，投机还是长期持有，拿着5年还是超短线。等到跌到你受不了的时候，你再回去看一下自己的本子如果是投机你就斩仓，如果是投资信仰，那你就分析一下接下来这个下跌是因为基本面的问题还是故事不好听。基本面就是这个营收下降，利润崩塌，客户流失，这种你肯定要跑了，要斩仓了，没办法。故事的问题就是它的营收还在涨，利润还在涨，但是市场不买你的故事，这种你不用跑，你要忍。Palantir、Meta、微软全都是这种的，基本面没有问题，但是故事不好听。特斯拉的估值有点太高了，而且这个基本面汽车业务有点在下降有一点点问题，但是故事未来是非常好的，就等到实现了。所以特斯拉也不能马上割肉清仓，放着那怎么办？就要等这个故事启动不要硬抄底。这些公司都太有钱了，他有钱就可以招聘人才，研发出新的产品和方向，但这些都要等到有一个突然的催化剂出现，突然有一个财报说他们研发了一个 AI， 一下导致自己的利润大涨这个出现之前你只能忍着，充值信仰。我也很理解大家看着自己亏损的股票这个很难受，但我自己跟很多人现在已经不一样了，我对股票的下跌和上涨基本上没有太多的感觉。很多人看到自己的账户的亏损会想到我亏了几个月的工资了，心酸睡不着觉说实话，这种情况我以前也有，尤其是刚学投资的前3年。如果你能熬过去，就使劲熬，最后你会变成一个在股市中上下割韭菜的无情杀手。要不然你只能退出个股投资，买 VOO、SPY、QQQ 这些宽基的指数。这些指数跌了你还敢买，因为你买的是美国，买的美国的国运。这些大盘跌了，你敢不敢补仓？你敢补，那这个就适合你。但是我想就连这些事情很多人都做不到的，有些人都持续做空美股，我都不知道你怎么想的。我估计他们是天天看什么美国大崩溃、美国大衰落、美国为什么完了之类的书。如果逻辑思考有问题的话呢，那真的是无药可救。好了，还有什么问题，什么股票，请大家多多留言，我都会继续研究，给大家做详实的影片。大家请多多的订阅我，点赞，打开小铃铛。暑假要来了，大家要出去旅游，路上看股票，千万别忘下载 Sally APP， 链接在我的信息栏和置顶留言里。你安装 APP 享受优惠服务，就可以给我最大的支持，我也有动力给大家免费做更厉害的影片。感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